舆论战或者是认知战呢？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近期俄乌冲突继续焦灼，发生就这种你来我往的这个交战的过程中呢，新闻中或者消息中呢，有很多是假的比如说泽连斯基总统在视察哈尔科夫的时候，出了车祸身体受了重大的损伤。那么还有的说呢，俄罗斯发生了政变，因为这个莫斯科戒严了，然后发生了政变，政权交替。其实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证明这都是假消息泽连斯基总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确实出现在哈尔科夫就伊久姆这个区域，因为他去视察去了嘛，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莫斯科呢也没发生政变，普京总统呢也在出席相关的活动。那为什么说媒体或者在消息中会报道这样的消息呢？其实有的媒体管它叫做认知战，有的这个学术的文章呢称它为对人们认知的改变其实呢要通俗一点说就是舆论战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简单或者明确。说为什么在军事冲突的时候，或者在这个战争的时候会要进行这样的舆论战呢？因为舆论战或者说它认知战它的目的是要改变人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甚至是让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比如说在当年呢，就是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美国是发动了对伊拉克的进攻。那么当时追随美国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呢，还有谁呢？主要是英国。那么当时呢，就是中国的海军航空兵代表团乘坐直升机到大西洋上去参观英国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那当时的时候呢，因为皇家方舟号原来是准备访问我们国家上海的后来他因为参加伊拉克战争，就说取消了，我不到上海去访问了，因为我要跟着这个编队整个去参加伊拉克战争去。那当时我们很多人呢就可以直接的和这个未来将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航空母舰上的官兵进行交谈。那么我们就向他的舰长提出了一个问题起码我是向他提出了一个，就是你们要参加战争，谁来做战前动员？因为我当时跟他讲，我说在我们中国这个军队里边是有政工干部的，比如说教导员、政委这样的干部，他们都是政工干部，做思想工作的。我说你们英国没有这样的政工干部，那要不要做思想工作？那个舰长马上就回答，当然要做思想工作。我说谁来做？他说我来做。然后我说你不是军事干部吗？你不是只会打仗的吗？他说同时我也要做思想工作。我说不是牧师吗？他说不是牧师，牧师所做的工作是给那些信教的官兵做祈祷、做什么礼拜的他说不信教的人，牧师是不管他们的。那所有的人的思想工作是由我这个舰长来做。我说你怎么做这个思想工作？他说要让这些官兵认同他们参加这场战争，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伊拉克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所以我们要和美国一起打击伊拉克，把伊拉克的政权给推翻，然后呢把萨达姆推翻，这样才能保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我们是参加正义的战争去了，我们是反恐去了，所以这个官兵会认为我们参加的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我说第二点，这个上了战场就有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说你们怎么让这个官兵不怕死呢？他说我是他们的爸爸。我当时说这个不符合中国的文化。我说你怎么能管你叫他们的爸爸呢？他说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占便宜，而是说我要对这些官兵负责。他说我告诉他们，你看我这个舰长室前面、左边、右边都是玻璃窗，而且还很高。我要指挥这个战舰在海上航行，要指挥作战。我这个位置实际上非常重要，但是又是最危险的。他说因为你们大多数人的岗位都在甲板以下，都有厚厚的装甲，所以炮弹打上来，导弹打上来，那先死的应该是我，但是我不怕死，我不怕死，你们为什么要怕死呢？所以他说我就是用这种以身作则的方式来教育官兵不要怕死。所以你看这个尽管就是英军他没有这种专门的政工干部，但是他实际上也是要进行思想工作的，要进行这种动员的。这种实际上就是舆论战，就是认知战，让你认为参加的这场侵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正义的战争那么这个是他的做思想工作方法。那么当然我们后来呢
就是随着另外一个代表团，就国防大学的代表团访问英国的时候呢，我们国防大学的代表团的很多的团员啊，他是懂英文的，所以就从当地购买了一些当天的报纸、杂志。那么就像当时呢，就是举行这个欢迎招待会的英国的他的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这些人都是文职。这个国防大学的这些学员啊，就拿着报纸给国防部的副部长呢提出来一个问题，就说你们说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是参加正义的战争去了，那因为伊拉克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你们的报纸也拍了照片，说这就是我们找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飞机上面的副油箱，像个枣核那种橄榄核形状的啊，实际上是加油的，就是飞机飞的时间更长，但实际上它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就问这个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呢，他说我是文职，我也不懂这些武器装备，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问题回避了。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其实并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副油箱。但是呢，他愚弄啊这些群众，或者是愚弄这些读者啊，说这就是我们找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为自己参加这样的战争呢来找借口或者做铺垫。所以我谈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要说明啊，在军事行动的时候，往往双方都要进行舆论战，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认知战啊。其实你以后看到这个认知战就知道了，就是在造舆论的啊。因为你们大多数的这些读者，或者是观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不可能上前线，我们也不可能到发生战争的这个现场去了解情况，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媒体或者是新闻单位传出来的一些消息。所以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就有的时候造假消息、造假新闻。实际上呢，这就是搞宣传，就是让你的认知啊来随着他转，受他的这个引导，来帮着他来说话。其实呢，舆论战或者是认知战呢，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那么遇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冷静下来啊，认真的分析，或者是多看一些各方面的消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